你好，非常的高兴你们选用我们 GlobalSet 的 LoRa EVK 的产品。以下我们要针对这个产品做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们的题目的部分会分以下4部分做介绍，包含了 EVK 的内容，如何设定 Gateway， 也就是我们的 Dongle， 如何设定我们的 Tracker， 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 Software MOSLink 这个部分去做一个 Gateway 的平台，将 Tracker 所收集到的资料上传到我们的Elefinder 上，去看到客户需求的一些 GPS 定位的资讯。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 EVK 的内容部分。我们 EVK 的内容主要包含了有一支的 LoRa USB 的 Dongle， 然后有2个 LoRa GPS 的 Tracker， 然后还有相关的 Software 的 Package 去设定 Dongle Tracker 以及 Gateway 方面的设定。然后我们也包含了有一个 Free Account 的 Elefinder， 让客户能够方便及时的去观看这个 GPS Tracker 所回传回来的讯息。那借着这样的产品，客户就可以了解 LoRa 的 Coverage 是有多大，是不是适合客户的应用，还有关于这个他一次可以去跟多少的 Tracker 做轮询，达到 Loading 的 Test， 以做一个事先性的评估，是否这样的产品我们的 module 可以整合在你们的终端的产品上。第二部分我们要介绍如何设定我们的 Gateway， 也就是 Dongle。可以参考我们所提供的这方面 Dongle 的安装的文件，需要先安装一个 Cypress 的 Driver， 然后就可以正常的驱动我们的 Dongle 以及 Tracker。然后接着就如这个影片所示范的，我们可以将 Dongle 的天线接上，然后跟我们的 PC 做一个连接。然后在我们的工具里面有一个叫做 Module 的 Config Tool， 那它分为4个功能区块，以对我们的 Module 或是 Dongle 去做一些 LoRa 参数的设定。它包含了有 RF 参数的设定、UART 的设定，还有其他方面的读取的相关资讯，以及关于 communication 方面的 compo 的选择跟设定等。接着我们要实际的来操作我们的 software。我们的 software 一共包含有3个，包含了 module 或是 Dongle 的 config tool， 另一支是 tracker 的 config tool， 还有就是 most 的 LoRa Link 这3支 tool。那我们首先需要来设定 module 的 config tool。我们执行这个档案之后，会跳出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那首先我们可以在读到 compo 之后按读取，读取完后它会出现 read parameter successfully。然后在 other 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 model 的 number， 我们分位的 version， 还有这一个 module 的 LoRa MAC 的 address。 然后在其中我们也可以用 group ID 用来做 LoRa module 的群组 grouping 的设定。比方我可以用 group ID 1 for water meters， ID 等于2 for light sensors。 那必须注意 T 叉跟 R 叉都要有同样的 group ID 才能彼此沟通。那在 RF 的参数方面，我们建议可以设到小数点第3位，也就是 K 赫兹的部分，这样比较不容易受到其他环境的杂讯干扰。然后在 RFTR 叉 rate 或是我们称为 error rate 的部分，一共有6个档位，从 0.81K 到 18.23K 可以给客户选择。那在速率越慢时，就是我们选 0.81K 的时候， LoRa module 的感度会最好，传输距离也越远。
那在 IF Power 的强度上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从档位0到档位7，档位0是最小的功率，大概是5 dBm， 那以后往上增一级，大概加2 dBm， 到档位7是我们最大的档位，大概是20 dBm， 也是100 mW 左右的一个发射功率。而我们的 Wake Up Time 的部分，在对于选择到工作模式 Wake Up Mode 或是 Power Saving Mode 的时候会有影响。那它一共有12个档位可以选择，从50 millisecond 到5秒。那打个比方，如果当 user 是选1秒的时候，是代表在对于 R 叉端在省电 Power Saving Mode 的时候，它每睡1秒会醒来几十 millisecond 检查有没有唤醒码。为了确保在 T 叉端在 Wake Up Mode 的时候能正常的唤醒 Power Saving Mode 的 R 叉，所以对应的 T 叉端的 Dongle 也必须设1秒，以确保唤醒码的长度为1秒以上，能够确实的叫醒 R 叉端的 Module。那需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设定里面，我们的 IF Frequency、Air Rate 还有 Wake Up Time 跟 Group ID 这4个参数在发射端跟接收端都必须要一致的设定，才能正常的收发资料。那在 UR Parameter 里面，我们可以设这个包瑞9600、1200到5760，也可以设 Parity Check 无同位或奇同位或偶同位。那基本上只要这2个是跟 PC 端或 MCU 端的设定是一样的，就可以彼此正常的沟通。那我们在设完参数之后，我们可以做写入的动作。写入完后，它会告诉你 Write parameters successfully。接着我们要来示范如何设定我们的 tracker。如这个影片所示，首先我们要先将我们的 tracker 开机，开机之后可以看到电源灯会亮3下。接着我们把侧边的这个 USB 的 COM接上，和我们的电脑连接，然后再轻按 Power Button 一下，会看到方钮亮起来，这就代表我们的 tracker 已经准备进到 Configure Tool 的设定。然后我们 Tracker Configure Tool 基本上跟 Module Configure Tool 的参数设定是原则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也是包含有 Compo 的选择，然后读取 LoRa 参数的资料，然后接着您可以设定您需要的 IF Parameter、UR 的 Parameter， 然后也可以读到相关的 Other 方面的一些相关的 LoRa Module 的资讯。所以这个在 Module Configure Tool 我们都已经提过了，我们就不在此多加叙述。那原则上只要我们的 Dongle 跟我们的 Tracker 的 LoRa 参数的设定，就是刚刚提到的4项 IF Frequency、Air Rate、Wake Up Time 还有 Group ID 一致，并且包瑞 Parity Check 也是一致的，那就可以彼此正常的沟通。